第323章大会结束。安静的广场持续了许久，方才逐渐地回复过来。这位莫老在加玛帝国成名叫古河都要早上许多，他的评价自然是很有一些重量，因此除了少许人外，倒也并未有太多人觉得他是在信口雌黄。严厉脸色铁青，莫老的那番评价无疑是间接地肯定了萧炎炼制的3文清灵丹没有丝毫问题，而这般的话，这一次他则是彻底输了。咬了咬牙，严厉袖袍一挥，将石台上的药鼎收进那戒中，然后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之下，毫不迟疑地转身对着场外急匆匆走去。高台之上，那由法马3人眼中所射出的阴冷之意，已经让得他明白，如果此时不趁机赶紧走的话，一旦等法马3人忙完了这里的事，那恐怕就该是自己倒霉了。高台上，法马双手插在袖间，淡漠地望着那急匆匆对着场外走出的严厉，不由得冷笑了一声，道：现在想起走了，会不会晚了点？需要跟上他吗？反正这里并不需要我们。海波东笑着问道。不用。微微摇了摇头，法马淡淡的笑道，刚才我已经吩咐奥托在检验他的丹药时，在丹药上附上灵魂印记，他跑不掉的。出云帝国炼药工会这次要大出血了，一名4品炼药大师可不是那么好培养的啊。家老笑盈盈的道，笑容中有些幸灾乐祸。既然来了，自然是要有这种准备。笑了笑，法马望向场中，轻咳了一声，待得所有目光投射过来后，方才笑着朗声道，既然检查已经完毕，那么现在我宣布这一届大会的冠军。手掌探出袖间，手指豁然指向场中那身形单薄、脸色略微苍白的青年，那便是严萧。法马的声音刚落，观众席上猛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兴奋吼声，无数人激动的脸庞涨红的从椅上站起，挥舞着手上的东西，一时间整个广场陷入了喧闹与激动的海洋之中。无怪这些观众会变得这般兴奋与狂野，这一次的争夺与以往的大会不同，以前的大会都是本国之内的炼药师在争夺冠军，因此观众们并没有太过强烈的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这一次突然成为黑马，并且差点就将冠军之位取走的严厉，却是将这些加玛国人那种不愿让别国之人在自家国家取得冠军的情绪完全的激发了出来。毕竟谁也不想看见自己国家举办的大会，最后却成就了别国特别是敌对国家选手的荣誉，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荣誉是建立在加玛帝国受辱的基础之上。而在严厉即将夺得冠军之时，萧炎却是再度横空而出，将那马上就要跑出国外的冠军之位给强行夺了回来。这一举动对于周围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在绝望时刻猛然洒下了希望，因此广场的加玛国人会这般忘情激动，倒也是常理之中。当然，顺着民心击破了严厉获得冠军之位的萧炎，自然是极为容易的获得了无数人的注意与尊敬。今日之后，严萧的名头将会响彻整个帝国。从某一方面来说，萧炎能够得到这种出乎人意料的声誉，严厉功不可没，没有他的忽然出现，那即使是萧炎依然拿到了冠军之位，可在人们心中也顶多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而已。每8年一届的大会，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以大众人类的年龄，一生看个7、8次也是正常。所以有了严厉和没有他，两者间所带来的意义将是截然不同。严厉的参赛以及失败成全了萧炎的名声，虽然或许后者对这个名声并不是太过在意，可至少日后当人们在谈起炼药师大会时，所有人的脑中那个曾经力挽狂澜名叫严萧的青年会率先出现在他们那略微带着一些敬畏的话语之中。哈，我就知道这个小家伙会成为最后的胜者。望着场中那在无数道敬畏、崇拜甚至一些爱慕的目光中旁若无人地收拾着石台上的一些残留药材的萧炎，纳兰杰忍不住地大笑道：纳兰嫣然微微点了点头，美眸盯着场中那虽然身体单薄可整体却显得心长的青年，淡然的俏脸上忍不住地流露出许些异样笑容。他真的很出色。何止出色呢？纳兰杰咂了咂嘴道，从今天开始，恐怕只要稍有实力的势力都会开始对这个小家伙
抛去橄榄枝了。先前那莫老头的评价，可是真正的传进很多人心中了呀。他所说也不假，虽然不敢肯定严萧日后发展如何，可在这般年纪，便是能够炼制出3文清灵丹，这即使是当年的古河长老也办不到。纳兰嫣然轻声道，明眸流转，忽然笑盈盈的道：若是能够让他加入云岚宗，恐怕他日后的成就将会比古河长老更好。嘿，怎么现在就打算替云岚宗拉人了？闻言，纳兰杰翻了翻白眼道：别说没提醒你，这个小家伙似乎与米特尔家族的亚妃关系有些暧昧，那个妮子也的确是个能让男人为她上刀山下火海的祸水。你想从他那里将严萧拉过去，似乎很有难度啊。而且别忘记严萧对你是什么态度。听得纳兰杰这话，纳兰嫣然微微蹙着柳眉，略微有些苦恼与疑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他似乎对我很有偏见一般，看见我就是一副爱理不理的冷淡模样，与亚妃甚至妖夜在一起的时候，他都能笑着谈几句，可一旦我上去，他就直接变冰块了。纳兰嫣然的却很是有些郁闷，论起身份，他比亚妃甚至妖夜都要高尚不少，论起美貌，他也自信不会逊色二女，可偏偏的严萧就是对他不理不睬。当然追求纳兰嫣然的人中，也不乏一些剑走偏锋故意装作冷漠对待他的人，可惜这些人佯装的冷漠，全部都是因为装得不到位，而被纳兰嫣然觉察，而列入黑名单。因此纳兰嫣然对于那些佯装而出的冷漠，倒还是有着几分应付经验。可面对着萧炎，他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那股冷漠，甚至厌恶。厌恶我？想起这个，纳兰嫣然俏脸上便是浮现一抹古怪神色，这对于她这个天之娇女来说，的确是有些太过打击人了。我没得罪过她吧？苦笑着摇了摇头，纳兰嫣然在心中嘀咕道：算了，这些事还是让宗门的长老或者老师来办吧。这个家伙，如果真哪里得罪了你，说出来就得了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你会是那样，不过日后与他接触，你尽量放低点姿态吧，别拿出云岚宗少宗主的身份来压迫人。一些有本事并且性格强势的男子，对你这种女人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纳兰杰摇了摇头道：我什么时候拿少宗主身份来压过他了？闻言，纳兰嫣然不由得有些委屈，似乎从在纳兰家族一见面，他就对后者保持着客气的态度吧。我怎么知道？无奈地摇了摇头。纳兰杰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目光转向场中那接受着万众喝彩的青年，手掌扶着石台，耳边传来那山洪爆发般的欢呼声，让得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抬头望着高台上的砝码，冲着他笑了笑：炎萧先生，恭喜了。小公主微笑着走过来，对着萧炎笑盈盈的道：好运而已。萧炎微笑道，再次将那不知道被他使用了多少次借口的话给说了出来。乃是好运，这是你自己的真实实力。说真的，现在连我与柳大哥都很是佩服你呢。小公主轻笑道。目光一抬，萧炎扫了一眼不远处的柳灵，此时的后者也是正盯着这边，瞧得萧炎望过来，他愣了一下，旋即脸上露出一抹勉强算作是友好的难看笑容，并且还对着萧炎做了一个僵硬的拱手之礼。这对于向来性子高傲的柳灵来说，能对着同龄人做这般礼节，想必也是真正认同了萧炎的实力。这次的确输得不冤，等此次回去之后，我会跟着老师安心修炼，以前倒真的是狂妄了，希望日后还能有和炎萧先生交手的机会。缓缓走向萧炎，柳灵低声道，经历过这场大会，他那性子似乎收敛了一些。应该会有的，这里太过吵闹，我就先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见。微微笑了笑，萧炎目光在这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比赛场地上扫了扫，然后与小公主两人打了声招呼，便是自顾自地对着广场之内走去。大会既然已经结束，那再留在这里接受无数喝彩已无用处，他还急着去找砝码拿冠军的奖励融灵丹的药方呢。我们也走吧。望着萧炎那缓缓消失在通道处的背影，
柳灵苦笑着摇了摇头，对着小公主说了一声，也是缓步跟了上去。随着三人的一次退场，这已经成为帝都这几日最受人瞩目的炼药师大会，终于是缓缓拉下了帷幕。